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昨天夜间呢，道指出现了一个2.06%的下跌。这根阴线呢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阴线啊，原因是在震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首根阴线，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那么我们看到美股的反弹行情呢，是以1月20日这根标志性的阳线作为起点的。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后面走八剑阳线组合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在震荡到尾声的情况下，出现了昨天这根阴线。那么这根阴线出现的原因是周四美国要开一个会啊，美联储要开这个2月份的议息的会议，有了这个会议的预期，因此呢，会议之前，美股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因为整个市场呢都会担心会议过程当中会有什么利空的发生。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会议的前后啊都会有大的波动。那么这根阴线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抵到哪儿了呢？抵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支撑点位32800点。那么有了这个支撑之后啊，行情在这个议息会议之前到达这个位置就有可能发生一定的反弹和震荡。那么我们知道会议之前会有反弹拉升，会议出现开会的时候可能会有快速下杀。总而言之呢，这个会议过程当中伴随着下跌反弹再次下跌这样的一个来回震荡，但是呢市场最终会回到它之前原有的既定波动当中那么什么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美股的一个主旋律呢？我认为仍然是以震荡为主，它的一个震荡区间呢是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束缚的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当中。那么在接近收敛三角形之前接近收敛三角形交点之前，仍然以震荡为主，所以呢，我们看美股能够反弹到33700点附近。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的预期，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那么这轮行情，比特币已经反弹最大幅度超过60%最终幅度是62.29%。那么这样的反弹过程当中，势必要做一定的调整。我们看到这轮反弹的起始位置呢是在1月11日这一天呢，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并且突破了22年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位于17000点这样的一个重要压力位。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走八剑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最终呢完成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1950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波谷位置，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第二轮上涨的起始位置呢，我们看是在1月14日这一根阳线呢，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八剑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一个震荡的位置。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25000美金以下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震荡。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4小时级别上它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在接近收敛三角形交点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跌落，然后快速反弹上去。那么整个结构依然存在。那么比特币最重要的围绕4小时级别的支撑是在23000点附近那么从25000跌到24000，这个振幅还不大那么我们看测量一下，目前最大的跌幅仅有5%。那么5%在这个比特币的跌幅上我们认为它仅仅是一个调整的过程那么下方呢，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构成了23000美金的这个支撑。同时呢，我们看到波峰连线也在23000美金构成了这个支撑位那么因此呢，我们伴随美股的行情，美股在当前的点位上是存在支撑线的因此呢，在23000美金附近是可以布局多头的。为什么调整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布局多头呢？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当前行情是一个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在震荡过程当中，在调整过程当中有支撑位的情况下，布局多单是容易获利。然后我们把这个交易对调到以太坊对比特币。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调到15分钟级别。为什么调到15分钟级别呢？原因是我们要在更细节的这个位置上观察以太坊目前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线我画出来的这个黄色的线是日线级别，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到达这个支撑位附近之后啊，随即就开始了一轮反弹。那么目前是第2次到达这个位置，因此呢，我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很快会容易出现快速反弹，从而带动以太坊本身价格的一个领涨行情。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一个交易对。回到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和比特币的结构非常类似啊。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做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啊。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目前处在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啊，做不断的震荡调整，反复缠绕，并且呢，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上形成了类似于比特币的一个结构。同样啊，它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下杀，然后反弹，做了一个 S 型的缠绕之后，目前重新回到了这个支撑位附近。这个支撑位呢是在$1600不跌破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反弹啊，因为4小时级别140均线、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支撑啊，在1600点构成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波谷连线4小时级别的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和144均线、169均线啊，同时在1600点构成了啊这个支撑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缠绕过程之后呢，我们认为日线级别上以太坊还是容易出现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沙僧阳线走出来之后，可能会走唐僧阳线，目标点位$1800，同时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目前仅仅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的行情是8键阳线的行情，但是8键这个位置上出现了特别多的震荡，但周线在这个位置上震荡之后，仍然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从而到达目标点位$2000。所以说呢，目前仅仅是一个小的回调，在回调之后，我认为以太坊会有一个基于以太坊和比特币交易对的一个领涨行情啊，目前没有出现就有可能出现，并且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到达了支撑位附近，就非常有大的概率走出一个领涨的以太坊领涨的一段小的快速的反弹行情，有可能是日线级别的。那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CFX 做了一个反弹它是一个创出新高之后回落，然后在反弹过程当中我做了一点点减仓为什么要减仓呢？因为我认为它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完成了日线级别的一轮上涨吸油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8键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它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十字星之后，我认为它可能会有一段的调整。同时，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它在一个行情冲出一个高点之后，它的调整幅度呢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了一个42.62%的调整过程。那么这轮行情已经冲出了一个十字星的高点之后，势必会做一定的调整调整之后仍然有机会做什么动作呢？做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动作。所以呢，我仍然有仓位减仓只是为了在相对低点的位置把它接回来。首先呢，我们看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8键阳线、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震荡之后呢，仍然有机会走出一个唐僧阳线，并且不断创出新高。唐僧阳线走来之后，可能会到达$0.7附近，甚至到$1附近因此呢，这轮行情针对龙头热点板块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 CFX 我是重点布局的我和我这个 VIP 的小伙伴是要重点布局的在这个位置上有一部分资金做减仓之后做打野动作不断的做 T， 降低成本增加自己的币数这样呢，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可能会获得这个龙头币种热点板块龙头币种的一个趋势上的利润。今天早上也是看到了这个CFX 创始人和香港方面的一些谈话说这个 CFX 还是要做一个公链系统，特别是应对这个支付方面的公链系统呢，它所能够占有的应用就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支付领域，包括最火的 NFT 元宇宙游戏GameFi 板块都可能会获得狩猎因此呢我认为布局 CFX 在这轮行情当中起码不会吃亏。那么
对于它的一个龙头性的上涨，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本轮它的调整呢，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它要做一个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它的小时线级别调整还没有做完，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还没有出现。那在4小时级别上，它的调整过程只做了一个悟空阴线，所以呢，无论是小时线级别调整、4小时级别调整，它的目标位呢，我认为大概是在0.24到0.23附近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平台啊，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所以呢，我的一部分仓位做减仓之后是要做 T 把它接回来的。当然了，对于 CFX 这轮行情已经最大涨幅达到16倍啊，我们是在这个第一个上涨阳线出现之后啊，不断进场的。对于我们来说啊，已经获利啊。大概有2倍左右啊，因为这个行情当中你不可能把所有资金在一个仓位上进场啊，后面是有追高的一个过程，但是总体收益大概已经超过了2倍啊，在2倍收益之后啊，不断做 T 把成本降下来，分布式进场之后，我们也要分布式出场，然后通过高抛低吸啊，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把这个币数增多啊，把币数增多啊。对于 CFX 啊，虽然它的总量很大啊，但是我认为它有这个流通机制，有这个挖矿机制和销毁机制啊，因此呢，对于它的上涨，我认为仍然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对于它前高1.85啊，这个高点开盘价我们不算啊，它第一周的一个收盘价是在1.13啊，到达这个位置是没啥问题，我认为。那么另一个可以重点参与的，我认为是 Phil 啊 ，Phil 这轮行情表现非常出色，但是 Phil 代币总是后发制人。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一个震荡调整，震荡调整之后，在在2月17日这一天走出了新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之后走八戒阳线，后面就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对于 Phil 来说，它的最高点是在这个230美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暴跌了99%以上啊，到达了低点2.419，那么它的反弹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起码这轮反弹是可以看到17.5美金。为什么会到达这里呢？因为这个位置上是有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它可能会走出一个什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收，目前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可能会到达17美金啊，因此呢，对于 Phil 来说，目前它是存储板块的一个龙头啊，虽然有一些小币种在龙头板块 Phil 涨幅很大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拉，但是我认为更稳定的参与标的是 Phil 因为Phil 对于这轮行情和上一轮行情来说它是一个老币种。老币种的好处就是我们知道它历史上走过哪些弯路，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有些币种虽然也是同样的存储板块，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数据来观察、来回顾它目前所在的位置。那么位置对于行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你能够确定位置之后，你才能知道后面还有多少空间，我们面临多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的行情当中你所处的位置是回不来的，因为历史没有办法倒带回去。那么你现在布局的一个位置，就是你未来能够获得多大空间利润的一个点所以呢，历史无法回溯无法回去，但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位置是可以在当前行情、当前时间点去把握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